一、穷人和富人的6大不同。一、富人懂得如何调动资源，不是自己辛辛苦苦做工，他们懂得别人在乎什么，不在乎什么。可能穷人看不上眼的东西，富人看来就是宝贝。他们就是有本事把废物变废为宝，赚大钱。这就是他们的资源整合能力，不是靠肌肉力气。二、富人一旦找到了一个大方向，就算没钱也能保持热情，全力以赴。他们的目标就是把1块钱变成1000万、1亿，他们相信自己能做到。而穷人常常对别人提出的致富方案持否定态度。三、富人喜欢学习金融、管理、人文、历史，穷人更喜欢追电视剧，关注琐事，听闲言闲语、八卦。四、穷人总是想把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再行动，他们总觉得时机未成熟，喜欢找借口，等待就是几年、几十年、一生。而富人有了一个大目标，就会立马行动，边做边完善，最终就做成了。五、主动做事其实就是一种天赋。你看看那些有钱人，他们都是主动把事情搞定的人。而穷人嘛，你得一直催他们，甚至有时候你扣了他们的钱，他们还是不会努力，就那个样。穷人似乎对什么都没兴趣，就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也不怕社会的惩罚。六、有钱人会找很多办法去达到那些看起来很困难的目标。穷人听到一点点超出自己能力的目标，就开始抱怨做不到。牛人呢，他们就不会给那些没动力的人工作机会，你做不到，那就别做了。公司是在找办法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成长的，而不是在一边嘟囔做不到的时候。其实公司的运转，大部分都得靠那20%的人，甚至有时候只需要2、3个人就能支撑起来。就算是一个国家，也是由那么几个人决定的。如果你能找到这2、3个人，好好经营他们，那你就能经营好一个机构，无论这个机构有多大。成年之后，如果你家里很穷，很多时候你的命运可能已经被注定了。如果你过了25岁，现在你应该放弃那些对你收入没任何帮助的事情，全力以赴地找一个项目，坚持做下去，一举改变现状。时间已经不允许你再浪费了，人生很快就会结束。有钱人懂得珍惜时间，穷人等到头发都白了，还觉得命长。二、人到底靠什么混社会呢？混社会需要的能力包括天生的、劳动的、技术的、研究创新的、管理和领导的。这些能力并无优劣，是你用何种能力赚钱。技术能力，科技发展使世界分工更细，多种技术工作出现，社会需求大。如果有高技术，人际关系好，可以顺利混社会，收入会提高。研究与创新的能力，如滴滴打车、各种 App 和微信的创新，是获取利润最大的能力，但要求高。管理能力，能组织人，做好事情，有计划，是管理能力的体现。不必须专业知识，而应有人际关系处理能力。领导能力，领导者需要使人觉得有前途，团结人，海纳百川，识别人，知人善用。你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，看自己具备何种能力，或愿意向何方向发展。先天的能力不能改变，但后天的能力可通过学习与实践提高，增强赚钱或创业的本领。三、这个世界呢，就是你能挣钱，你才有价值嘛。其实呢，如果一个人活得太复杂，那他真的很难有前途。因为我们人的精力就那么点，如果你的注意力被那些没啥用的东西吸引走了，那你不就变成个傻子，浪费生命了吗？就比如说无效社交、无聊的朋友、电视剧和那些无聊的游戏，这些都会浪费你的生命。而只要你不特别注意那些想吸引你注意力的东西，你就会被他们浪费掉你的生命，然后你就只能碌碌无为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我们的生活中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由时间和注意力组成的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换取事业，也就是财富，但我们也可能被别人浪费掉我们的时间，然后让我们一无所有。每个人都会不知不觉地浪费自己的生命，只有那些不断反思的人，
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拉回正轨。真正的聪明人应该专注于项目，专注于成交，专注于流量。其实啊，这个世界就是你能挣钱，你才有价值。你的时间的价值，最终就是看你挣了多少钱来体现的。其他的事情都是胡说八道。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尽可能地为客户创造价值。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尽可能地跟客户沟通，不断优化我们的产品和广告，这才是我们盈利的唯一途径。你早上、下午、晚上反思一下，看看自己的时间是不是用来赚钱的，还是白白溜走了。只要你真的严格执行，你的项目就能做好，你就能财富自由了。4老板需要的信息必须能赚钱啊！我们生活多宝贵，得看重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只对能帮到我们，能让我们得到好处的事感兴趣。有人爱聊些没用的，我们直接走就是了。身为老板，你得特别留心员工是不是在找你打发时间。比如有个员工问你，老板，你怎么看待某个事情？如果你真的回答了这种无聊的问题，员工可能就会一直跟你讨论这些对工作一点帮助都没有的问题，以选择正确的阵营。如果你想成为富人，就需要置身于富人的圈子，而不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徘徊，这被视为墙头草，两面派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。你需要有清晰的阶层意识。如果你决心成为富人，你必须决定与所有的穷人断绝来往。2、养成高效工作的习惯，关注重点，做最有生产力的事情。每做一件事，你都要问自己，这件事是否能产生金钱。例如，无意义的逛街、看电视剧，以及和一帮穷人闲聊的事情，应该从你的生活中消失。3、弄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是靠什么说话的。做一位真正的君子，应具备财富、权力、影响力以及良好的道德品质。把这3点兼顾好了，你就能比一般人都混得好。一个人的成就首先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。例如，农村的阿姨和大叔们，他们一生都在辛苦工作，他们被环境塑造成认为辛勤劳动是光荣的，这导致他们一生经济拮据。有些人感到大城市的竞争压力大，就去2线或3线城市寻找工作，他们以为那里的竞争压力小。实际上，大城市的投资多，公司多，资源丰富，国家重视，而小城市的投资少，资源少，发展有限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竞争更激烈，而且小城市的裙带关系严重，发展更受限。思维方式基本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，比价值观和手段更重要。有了好的思维方式，效果会更好。例如，有些人初入职场几年，陪着小公司发展就成了主管；有的人进了大公司，几年过去就成了螺丝钉。大公司的利益固化，而小公司如果能发展起来，利益没有固化，你的机会很多。但大多数人都不敢冒险，这也是思维方式的区别导致人生成就的差距。正确的价值观也很重要，有了正确的价值观，一切都会变得轻松简单。要取得成功，首先需要有方法，这些方法是通过勤奋学习和实践，向他人求教和自我琢磨得来的。对于普通员工来说，方法非常重要，这是你的专长，这是养活你的本事，无论你是从事管理、营销还是技术工作。对于老板来说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制定公司的制度、规则、奖罚措施，以及找到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岗位上。至于具体的事情，应由员工来完成。如果你能兼顾好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和方法，那么你基本上就可以比一般人做得更好。在这个社会，一个人想要成功并不难，机会很多，只是大多数人都看不清楚。5、忘掉你的情怀。真正的牛人就是实事求是，完全以实际发生的事情唯一准则去做事的人。一般的人都做不到。一般的人感情比较重，他们就活在给自己构建的虚幻世界，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不能重合，有误差，故而这样的人经常会受到损失。经商的过程就是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理智、现实的过程。有一点情怀的人都要发霉。有些老板也是一个有情怀的人，所以经常受伤。比如，认为员工不用管理，他们应该能做到上班不迟到，下班不早退，故而很长一段时间，公司都没有指纹打卡，如此麻烦就不断发生了。
有的员工甚至迟到1个小时，甚至大部分人都习惯了迟到，因为无所谓，反正又不罚款。本来想给大家减少麻烦，结果天天让自己生闷气。做人，特别是做老板，现实一点，按规矩办事，不伤害别人，也不伤害自己。如果你是一个有情怀的人，恭喜你，你要发霉的。情怀这东西谈出来娱乐普通人就行了。6以买卖人的思想去做企业，打造一个赚钱的企业的5个步骤。1，这份工作必须发挥你的特长，如果你做的工作发挥的是你的弱项，那么你就发霉了，你找不到任何快乐，你也不可能做好这份工作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擅长的地方，人的成功就是在自己擅长的地方工作。如果你不擅长你的工作，那么必须找到你擅长的工作。2，只有当你找到你擅长的工作的时候，你才有机会把你的工作变成一个娱乐活动，你在工作中能找到成就感，又能赚到钱，这个时候你就欲罢不能了。越是欲罢不能，你的业务能力就会疯狂提升，然后你工作起来就如同玩游戏一样，你会爱上你的工作。3，要习惯性的砍掉垃圾客户。这个世界很大，有很多优秀的客户，我们要想尽办法为优秀客户服务，我们才能赚到很多钱，并且自己很快乐。不要为没钱的客户服务，没钱的客户是非多，与没钱的客户在一起，就会有很多垃圾事情，比如送礼、陪酒、要钱等各种事。这些事做了，又不能让自己赚到更多的钱，只是拿到自己本来就应该拿到的钱。而在优质客户面前，这种事情是不会出现的。4，要习惯性的开除差劲的员工。你快乐不快乐，你能不能爱上你的工作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你的合作者优秀不优秀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就算你的脾气再好，你的员工水平太差，你也不会快乐，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好。创业失败最重要的原因，或公司经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老板优柔寡断，不能识别人才，花钱养了一帮素质不高的人，最后把钱用光了，企业倒闭了事。而且你培养差劲的员工，员工是不会感恩你的，照样说你坏话，照样搞公司的破坏。做企业就是做买卖，要以买卖人的思想与任何员工交往，划得来就合作，划不来各走各的路。老板不要教员工感恩，因为员工不会感恩的。讲规则，讲法律，与这个员工合作，不亏就行了。5，提升自己。如果你做到了既用自己的特长工作，又能把工作当娱乐，砍掉了垃圾客户，找到了优质客户，开除了差劲的员工，然后身边都是优秀的员工，这个时候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疯狂地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、管理水平、做人的修养。每天的任务就是把自己打造的比昨天更优秀，那么工作就会成为你的奴隶，你就是工作的主人了。7，创业的5点心得。创业首先要相信自己能成功，你都不相信自己能成功，不相信自己的项目能做成，那么你工作起来就会很沮丧，你的团队伙伴也会感觉到你不相信自己能成功，故而他们也会很沮丧，导致工作效率降低，成功就更加渺茫了。2，想尽办法说服更多的人跟你做，要学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。老板必须是思想的巨人，行动的巨人，还必须是一个导师，你必须指导大家如何做。企图招聘一个高人帮你搞定一切，帮你赚钱，这只能是做梦，只能用来吹牛骗小白创业者。真正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若自己不是一个顶尖高手，别的顶尖高手根本就不会加入自己的团队。如果你想依靠顶尖高手，其实你这个企业风险就非常大。顶尖高手随时能把你的公司掏空，自立门户。做企业当老板没有捷径，只有一条道路。这是牛人10多年经验的总结，就是把自己逼成顶尖高手。3，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魅力，都有赚大钱的机会，关键是你熟悉不熟悉你做的行业，你是否把你这个行业做透彻，做到极致了。不要以为别人的行业都很赚钱，就自己这个行业不赚钱。每个行业都有亿万级的企业，既然已经开始了，就先把自己这个行业做到第一，再去做其他行业。创业刚开始自己手上没有什么钱，也没有多少资源，切记不专注，天天换项目。想法多的人反而不容易成功。要有一点阿甘精神，打鱼
跑步也能成功。4人生有顺利的时候，就一定有发霉的时候，创业更是这样。没赚到钱的时候，我们就想一定可以赚到钱。没赚到钱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的，然后继续猛搞营销，猛卖产品。赚到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我们一定会有发霉的时候，必须要留一部分救命钱来渡过难关，给员工发工资，养活团队。这一条很多高手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永远不会把自己逼到借钱度日的境地，因为账上永远都有备用的现金。创业者千万不要投入精力去搞研发，去做产品，先代理，先搞销售。华为这么强大，联想这么强大，都是代理起家的。刚开始创业，你根本没有实力去搞研发、做产品，而且你没有商业与行业经验，你的研发往往都是自以为是。而通过营销去赚钱，去了解顾客的需求，不仅能赚钱，而且能快速积累自己的行业经验。做生意，产品其实是最不重要的，好产品到处都是，能把产品卖出去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只有摔跤，你才能学会走路。当你开创一个事业时，你就像在一片黑暗中摸索，你可能会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但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你通向成功道路的一步。找到这条路后，你就要请一些人来帮你，让你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尽量不要做错事，这样你就可以安心地发展你的事业。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探险家，虽然路途坎坷，但你绝不退缩。我们都是在恐惧中前进，因此很多人会借钱或卖掉自己的房子来实现他们的梦想。走错路和浪费钱在创业过程中是常有的事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。成功的创业者是从错误中学习的，他们会把错误变成宝贵的经验。他们享受工作的过程，他们知道只有把过程做好，结果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。而那些只想要结果的人，他们不喜欢付出艰苦的努力，所以他们永远也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。每个人都应该把错误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我们不应该因为失败而沮丧，更不应该因为失败而放弃。我们应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变得更加聪明。有那些一味遵循规则的人，通常只能生活在社会底层。很多人之所以不成功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冒险，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和金钱，他们总是希望一次就能成功。他们一旦发现某件事情做不好，就会立刻放弃。但是这样的人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。我们要学会创业，就必须要经历失败，这是一条必经之路，但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就一定能够成功。聪明人懂得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一定要交学费的。打麻将，你不可能刚上场就赢，你必须先给大家交学费。学费交多了，你才会越来越熟悉规则，越来越精明。这样，你再碰见水平一般的选手，你就可能赢钱。创业也是如此，循规蹈矩的人一般都只能生活在社会底层。只有那些大胆的去尝试，就算知道会失败还是会去尝试，就算知道会上当依然去尝试的人，就算知道钱会打水漂依然会花钱去搞的人，才可能成功。要大胆地走冤枉路，花冤枉钱，因为很多事情你根本没有办法直接走对路，花对钱。冤枉路、冤枉钱是必须花的钱。假如你不舍得付出这个成本，你就不会走到对的路上，花对的钱，你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。学会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影响别人的时间，管理好自己的时间，就是人生赢家。一个人的成功，就是能管理好自己的时间。人的一生本来就是由时间组成的，你用你的时间在赚钱，你就有钱；你把你的时间用在事业上，你就有事业。能管理好自己每一秒钟的人，必然富贵，必然有钱，在这个社会上竞争，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竞争压力。因为管理不好自己时间的人非常多。一个人最好的利用时间的方式就是读书，然后进行脑力劳动赚钱。人赚钱还要学会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影响别人的时间，因为自己的时间也是有限的，你只有24小时，你必须利用别人的时间，大家的时间都在你的统筹之下，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。让我们每一分钟都有生产力，都在网络上释放价值，都在圈粉丝，都在卖货。你只要这样做，你的收入是不可能太低的。
愚昧的人就是对自己的时间流逝没有感觉，根本不知道时间是可以用来换成钱的。每一个穷人其实都非常富贵，因为他们拥有时间，只要你把你的时间花在营销、卖货、赚钱上，你就不可能没有钱。对于刚创业的人，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指导自己，让自己少走弯路的人。时间就是金钱。11，做到这2点就可以成为一个企业家。一，对一件事有热情，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能坚持下去并深入研究，这样就能在这个领域成为专家，通过这一技能赚钱。如果赚得多还能雇佣员工，但这只能算是小老板，成不了企业家。2，乐于教育新人，让他们也能做这件事，甚至超越自己。企业家本质上都是教育家，如果你只会自己做，不愿教别人，就只能做个小老板。如果你不断地教人，有人会跟着你做事，企业就能发展壮大。很多人都无法做到教育新人，他们开始热衷于教育，但发现人们并不愿意跟随自己，就放弃教育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如果你能做好第1点，就能实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能做到第2点，不断教新人并与他们分享财富，你就能成为企业家。企业家也是财富自由的，所以不必担心没有钱，而且你会有很多被动收入。12，钱只是挣到的附加产品而已。我们在刚创业的时候追求的是金钱，有了钱了，过好日子，吃好饭，有点社会地位，带点团队，做个企业，有点权利，感觉很好，这就是谋事的阶段。很多人的企业做不大，或做大没有动力了，容易倦怠，就会出大问题，然后倒闭了事。这一切就是因为企业主该获得的都获得了，又没有新的目标导致的。所以真正想成为一个企业家，就不能只知道挣钱，要给自己找一个道。这个道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不断修炼自己的人格，要为社会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，为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，终其一生要为社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到极致，永无止境的追求。比如马云的志向，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，这就是追求道，追求解决社会问题，追求为社会做贡献。比如你要给某些企业家做一个榜样，要成为一个君子，这就是谋道。人一旦开始谋道，就只有日日精进，永远也有事做，永远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。比如日本人、德国人的工匠精神其实就是谋道，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，追求的是100%完美，而这100%是不可能达到的，所以每天都充满了激情干活，最终做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完美。凡是最伟大的企业家都是谋道的。如果仅是追求权力，追求吃得好、有钱花，这个动力是有限的。只有谋道的人才能持续不断的奋斗，这样的人是有梦想的人。所以各位企业家，给自己找一个道，给自己找一个梦想，不断的追求正道，那么企业自然会越做越好，钱自然越赚越多，因为钱只是正道的附加产品。只要你愿意为社会解决问题，把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完美，钱自然会跑到你的口袋里，这就是道。13，王者本来就是孤独的。老板这个角色要当得好，你的头脑要极其敏锐，要符合社会和市场规则，而大多数人的头脑是不能深度的符合社会市场规则的。既然你是老板，说明你的思想层次、认识都比普通人高。如果你跟普通人一样，或比普通人低，你就不可能当老板，领导他们。而认识、思想境界不一样的人是很难有共同语言的。玩得好的老板也几乎不与员工经常交往，基本是笑面相迎，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只谈公事不谈私事。如果刚开始的时候，你试图与员工做朋友，嘘寒问暖，谈天说地，关心员工能否按时完成任务，时间长了，你就发现有部分员工你布置给他任务，他开始讨价还价，工作很难推进。而且如果你跟他们完全打成一片，他们就开始认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认为凭什么赚100万只给他几千块工资。他不知道你投入了房租、税收、工资还有资本。甚至有部分员工开始光明正大的偷懒，给你耍小性子。你会发现明明你是好心，
结果得到的都是恶果。其实你同情别人，别人根本感觉不到，而且还会习惯，最后就理所当然。很多老好人就吃这个亏，一直对别人好，别人会反过来觉得你这个人很差劲，而且与员工生活上走得近，员工就不怎么尊重你了。在这场生活与事业的赛跑中，我们要牢记这些宝贵的经验，从热情地追求梦想，到自我不断提升，再到珍惜时间，我们都需要去实践。我们要把失败看作是教训，把错误看作是学习的过程，从中吸取教训，变得更加聪明。切记，我们不能因为失败而沮丧，更不能因为失败而放弃。我们要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财富自由。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，我们不仅需要有热情和才能，还需要有教育新人的意愿和能力。我们要记住，钱只是我们追求挣到的附加产品，我们真正追求的应该是解决社会问题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最后，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这样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保持竞争力。我们要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，让自己的每一分钟都有生产力。这些经验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启示，也是对每一个有志于创业的人的鞭策。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得启发，找到自己的道路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愿你我都能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充满热情，保持毅力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